萨瓦迪卡，碰刺格拉卡，因地刀辣靠速长孔鹏。大家好，我是南城华先生，我现在在北京南城。前几天呢也一直没有拍视频，为什么呢？前几天办了点事儿，收拾东西，准备买一辆车。为什么要买一辆车呢？就是因为在国内可能还要待一段时间，但这个车呢又不想用特别久，我想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所以呢我就准备买一辆那种次抛或者叫月抛的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车呢很便宜。买这台车呢有几个关键指标。第一点呢，最关键的就是这便宜。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说了，次抛或者月抛，买贵了呢就是赔钱。所以我们准备买最便宜的车，就买了也没想卖。最后的解决方式可能就是直接处理掉，所以我们的预算就是在5000人民币。然后呢，性能来说呢，这个车必须得完整，不能有过大事故。外观我不太讲究，内饰稍微干净点，不能太脏，太脏我坐不进去。最好呢是到手别再添钱，比如说什么刹车呀、轮胎呀、这些等等这些易损件呢，也都是一个正常使用的状态，不用我刚到手就添钱。这要求算不算高啊？也不高吧。反正前几天转了3天，我们一开始呢想着是不开车了，坐地铁，因为去的地方也比较远，也怕来回来去堵车，所以就坐地铁来回来去跑。从北京的最东边又跑到了最西边，又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最多一天坐地铁加倒公交，我们一共可能走了得有150公里。这一下也才让我认识到啊，就这一下，前几天看车那一下才让我认识到这个为什么叫大北京。这北京太大了，不是一般二般的大。所以第3天我们就开车去了，开车去呢，一下就看到了这个车。这个价位车其实你从那个小黄鱼上看呢，有很多的类似这个价位的车，有很多是车商，但是那些车商不一定是做正经生意的啊，咱们先不说他们，因为他们那个事儿有点复杂。咱就说很多也有个人来卖的，那他们的车况参差不齐，有好多都是我问他你这个车怎么样啊，他跟我说的倍儿好，特好，能开能跑，到那儿什么都好。结果一到那儿一看，前面切过，后边缺过，甚至有的撞完了都没修，只是把后保险杠给粘上了。还有的保险杠是拿铁丝啊，或者拿那种绑带啊吊在车上的，就特别的恶心。就说它是一辆完整的车呢，也是一辆车，但是它安全性能几乎没有了，因为气囊啊什么都爆过，而且爆过之后只是简单的去给它修复贴回去，里边实际上是空的。所以那样的车呢就是太危险了，而且性能上不好，也不好开，也不舒服。所以我这要求呢，你说高嘛也不高，说低呢也不低。因为其实在特别早的时候，我们在汽车行业的时候，就像这种有很多老车，就像10年啊，或者说都到不了10年，有一些车呢回收的时候，就是置换二手车的时候，其实是它的残值是为0的啊，为0。它享受的是一些厂家的补贴和国家的一些相关政策，所以那些车本来就没有价值，但到了个人手里都是花钱买来的，谁都觉得它会值一点钱。可能他花18000买的，他卖5、6千，但是他那车已经不成样了，就不能够正常开。然后我找到这台车呢，外观也不怎么样，内饰还算过得去，开起来呢真的出乎我意料。咱们先看一眼车吧。首先这是一台北京现代伊兰特3厢的小轿车，整体来说呢，外观有大面积的喷漆或者是已经锈到的地方。你看这个位置，我感觉像砂纸打过或者自喷漆喷的，就是完全跟这边是两个颜色。你可以看到感觉都像磨砂的一样啊，不知道以为诚心做的呢。然后这边你看这边的漆，这边已经都裂成这样了，这个锈已经锈成这样了啊！我再掰一掰，可能都能掰掉了它啊。但是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外观呢我不是特别的重视，整个的外观你可以看到就这样，全心全影是个车。但是就即便如此，这样的外观也比我刚刚说的，就是前2天看的那几辆车要好的太多了。我们先把这个机舱盖打开了啊。也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机舱里边也不是特别好，你看这些地方也是有锈迹斑斑的感觉啊。整体来说土非常大，非常的脏，这边也是锈迹斑斑。这塔顶这边，我怀疑以前可能已经脱过汗，但是后来又点过。这个水箱呢是一个原装水箱，前面撞肯定是撞过，但没有特别严重的一个事情，前面没有特别严重的撞击，后边也是同样。也没有特别严重的撞击，因为这里边其实也没啥好说的，也没啥好看的，就大概给您看一眼样子。来，我们打开一下后备箱。后备箱的样子呢，大概也就是这样。这个地方都爆漆了，腻子特别厚。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胶条，胶条上粘的都是上边等于后盖上的锈迹斑斑。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是有备胎、有灭火器，整个这个备胎这个舱呢还算一个完整啊。因为什么说一下这个备胎的舱呢？就是前几天看的一些别的车，在这后舱这边，因为是撞过的，撞过之后它就已经进去了，甚至有底下是漏洞的，只是把后杠给你装上了，盖了一块布，里边都没法搁备胎了啊，因为它已经严重的变形，没有修复。所以这个在我看来，这个在这个价位里，或者说我这几天看的来说，这个车是我能满意的。那我们现在打开门来看看啊。首先来说呢，这个车呢，4门电动车窗都是好用的，我已经试过了。然后这儿有一个电动调节的反光镜，也是好用的。往后点，2把钥匙也都齐全。这个车的里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调一下，208724公里。这已经是我大概开了60公里了啊，60多公里了。整体的运行品质呢，我一会儿稍后再说，先找一下车。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车着完了之后怠速非常的稳啊，这因为是我刚开回来是热车的状态啊，它凉车也只是转速会比现在高一点，但也是很稳的啊，非常稳定的转速，就是你坐在车里都没有感觉抖的那种感觉。所以对于一台超过15年的车，这车应该是16年的2009年的车，出厂日期是我刚才忘了看出厂日期了，反正是09年上牌，2009年上牌的车，有可能是08年出厂的车。所以就这样的车，超过了15、16年的车，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品质在这儿，我觉得这个车已经对于我来说非常够用了。就是我要的就是一台状态好的车，而不是非常近或者说外观有多漂亮的车。这台车对于我来说满足我的需求。它的表显20万公里呢，我相信大差不差，就算调过表也不会特别多，但我感觉更像是实表啊。然后看一下这车里的别的细节。像这些出风口，你看这些都是原装的配件，但是这儿已经有点裂漆了，这也很正常，可以理解。然后这些所有的按键都是好用的，但它这儿换了一个屏幕，这之前是收音机，但是现在就换成了这个屏幕。这个我刚才还连了一下我的 iPhone， 它居然有蓝牙可以连 iPhone， 这个是后换的，这个就不说了啊，没什么。然后像底下这个空调呢，暖风呢特别的热，特别的热，他们那句话叫暖风烫人。冷风动手，反正这几个功能键反正都是正常的，都好使啊。我就这个也没法给大家演示，就不演示了。像这边的整个大台呢，因为是没有过大事故，所以像这些的气囊，这些包括方向盘上的气囊都是没有崩出来过的，也就是说它是原装的模样。这个车上面呢还有一个眼镜盒，可以搁一个眼镜，然后还有天窗，天窗居然也是好的啊。这些都好使，这是后排。所以说我的要求呢，其实很简单，这个车可以外观不好，整体状态可以稍微差一点，但是必须得是我能用得住。这个车就是我认为我能用得住的车。为什么说这车我能用得住啊？你说20多万公里了，怎么还用得住？我得告诉您，这个车型啊，说实话，北京现代就是现代这个品牌。包括韩系车，我以前从来没碰过，我对它真的不太感兴趣。我是一个德系粉所以我对这个大众车呢比较熟悉大众奥迪这系列的比较熟悉，因为之前的行业原因，在对奔驰呢也比较熟悉，但是对韩系车真的不了解，非常非常不了解，甚至开都没开过，做过什么呢？因为这款车曾经是北京的出租车北京出租车就用的这款车，那人家跑了50-60万公里，甚至更大几十万公里都没有问题，这20万公里的车，那我觉得就更不是事儿了，是不是？所以耐用性上来说没有问题，我可以说这辆车就是是灯就亮，是表就走，喇叭不太响，但发动机也不响。现在我一直在着着车，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稳定这个车。所以这个车呢就在这几天呢，我感觉买到这么一个车，我也觉得也行，虽然不是很便宜为什么说不是便宜？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车其实没有价值，不是很便宜，但是满足我的使用需求和预算了，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觉得大家干什么事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以这种满足自己的要求为主，就够了。而且呢，这台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刚才前面的那个牌照，它是鲁地，它的这个车呢是一辆背护车。什么叫背护车呢？就是如果是
个人户的车，比如说我的名字，我得拿小客车指标去买，这是北京牌照的车哈。然后外省牌照也可以，就比如说过户到我的名字上，有一个行驶本上，行驶本上会写着机动车所有人。机动车所有人的名字呢是，比如说是我是张三，我是李四，我是华先生啊，华先生的车会写上我的名字。别人卖给我以前是别人名，现在是我的名。再有一个绿色的大本叫机动车登记证，那上面也会写第一任车主是谁，第二任车主是谁，什么时间过的户也都会写得清楚。但我买的这台车呢叫备户车，其实什么叫备户车呢？就是第一就是不用过户，但是这台车呢是一个公司的名称啊。这个车的机动车所有人是一个公司，它为什么是鲁地呢？它是山东省的一个什么什么公司啊，在这个一个公司的名下，这个车在这儿，等于我买过来，我只需要把这些手续拿过来，签一个购买协议，我就可以正常的开这辆车了。你听起来好像很方便吧？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这个车实际上我来开，这个公司并不知道，因为这个车转手了不知道多少手啊。我们相信它是一手车自己背过去的，比如说因为北京指标每个人名下只能有一个指标，要买新车就得把老车淘汰，或者我就上一个外地的牌照啊，就这样我就形成了这种外地牌照车。因为它是一台背户车，所以我购买起来手续也非常简单，把钱给人家，大概签一个协议，车就可以开走了。有机会我想跟大家单独聊一聊这个背户车的事儿，因为这个背户车的事儿还能展开一些话题，我不想放在今天的视频里讲。今天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我前几天比较忙，买了一辆车，破二手车，但不是那个破二手车，是真的破二手车。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观看，欢迎点赞、关注、转发，谢谢您，再见。